大家好，我是 Tony。今天的 Tony 开讲，我要继续讨论三貂岭生态友善隧道的争议问题。前几天我拍了一支影片，提出我对三貂岭生态友善步道的一些改善建议。虽然是在声援自行车车友，但其实是一个非常委曲求全的建议。不过没想到我这种委曲求全的建议，竟然还会有一些人在批评车友，让我觉得非常的遗憾。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人不明事理，而甚至支持新北市政府的立场呢？所以我今天就不委曲求全，就直球对决，用短短几分钟告诉大家三貂岭生态友善隧道的问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其实三貂岭生态友善隧道的问题，用最简单的比喻，60秒就可以讲完了。就是新北市政府争取到体育署的预算，要新建一座田径场。当田径场经过2、3年的施工，要完工的时候，大家发现这座田径场盖得美观非常的漂亮，但是在验收的时候，发现了一项重大的缺失，就是田径场的跑道材质有问题，跑步的时候很容易滑倒，根本是一个不及格的田径场。这就是所有问题的开端，不用60秒就可以讲完了。那怎么办呢？很简单，就是改善问题。例如台北大巨蛋新建的目的是要建造一座室内棒球场，如果完工之后发现任何设计的问题会影响球赛比赛的进行，那么就应该要赶快改善。但是新北市政府发现新建的田径场有问题，竟然是为了掩饰施工的缺失，推卸责任，而采取了非常奇葩的做法。首先是将这座田径场的名称由三貂田径场改成为三貂生态友善活动场，就绝口不再提田径场这3个字。那接下来就采取一些非常奇葩的场地使用规则。一是采取线上预约制，每天分8个时段，每个时段只允许160名民众进入这一个田径场，现在称为活动场。2，民众进入活动场可以跑步，但是限制跑步不能超过时速10公里。这样的奇葩规定，就是为了掩饰田径场的跑道材质有问题，而却声称是为了生态友善。因为田径场周遭的树林有很多麻雀栖息在这里，如果同时让很多民众进来活动的话，那可能会惊吓到麻雀。那如果有民众跑步跑太快的话，也会惊吓到麻雀。所以新北市政府声称是为了生态友善，所以我们采取这样的一个使用规定。问题是这个理由太瞎了，跑道的材质有问题，跑步会滑倒，跟生态友善有什么关系呢？更何况施工3年，这边的麻雀早就被你们吓跑了，只剩下20到70只。你们施工的时候从不在乎麻雀，等到发现设计不良的时候，你现在才开始关心麻雀，开始强调生态友善，还雇了2名保全来守护这些麻雀。是担心民众会骚扰到这些麻雀吗？还是担心如果麻雀全跑光了，你就没有挡箭牌了呢？而为什么新北市政府设计出这么离谱的田径场，许多喜欢跑步的民众一再的陈情、抗议、要求改善，新北市政府却不理不睬，还一直强调自己的设计没有问题？为什么呢？那就是因为有一些不明事理的人只顾自己的利益，而反而支持了新北市政府的立场。这些人是谁？就是一些不喜欢跑步，只喜欢散步的人。他们觉得这座田径场的外观确实设计得非常美，跑道也非常漂亮。那既然跑道不适合跑步，那就禁止跑步，大家都用走路，那这样不就解决问题了吗？他们当中还有人抱怨，有些跑步者根本不遵守时速10公里的限制，跑得很快，差点跌倒，还会撞到行人。所以三貂生态友善活动场根本就应该禁止跑步，大家都用走路的，这样才会比较安全。这样的看法是不是很瞎？难道你们不知道
这原本就是要设计成为一座田径场吗？你们因为设计错误的结果，反而对你们有利，所以你们就主张维持现状，不用再花钱去改善跑道，不用再追究政府的责任，这样对吗？所以我用这样一个田径场的例子来说明问题的所在，不就是很清楚了吗？有什么好争议的？三貂岭生态友善隧道的问题，就是新北市政府要新建一条自行车道，结果设计错误，隧道内不适合骑乘自行车，但是不愿承认错误，不愿改善，就假借生态友善的名义，采取各种限制措施，限制自行车在隧道内骑乘的速度，以避免设计不良的问题被凸显出来。然后有很多不骑自行车的游客，他们认为即使设计错误，这样对我们并没有造成影响，我们反而因此受惠，所以也支持目前这样的一个新北市的立场跟做法，反而认为应该限制自行车的车友在隧道里面骑乘，以免妨碍我们在隧道里面散步，造成我们的困扰。你们这样的见解，事实上是乞丐赶庙工，因为这是一条原本要设计作为自行车道的隧道，如果自行车跟行人之间有互相妨碍的时候，那么应该是要礼让自行车，应该要限制行人才对。如果你有造访过旧草岭隧道，就知道周六周日的时候游客非常多，隧道里面同时骑乘自行车跟行人散步，一定会互相干扰，造成安全的问题。那政府的做法就是周六周日禁止行人进入旧草岭隧道，那我们行人会不会抗议、抱怨呢？不会，因为旧草岭隧道就是一条自行车道，当然应该以自行车为优先。行人怎么有立场去抗议说太多自行车在隧道里面会造成我们步行的安全，应该禁止他们骑乘？这样不就是乞丐赶庙工了吗？当初新北市政府规划旧三貂岭隧道为自行车道，就是希望打造青春山海线，让自行车骑士可以一路驰骋追风的从三貂岭一路骑到东北角海岸，串联旧草岭隧道。这是新北市政府规划旧三貂岭隧道自行车道的一个美好愿景。而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如果我们发现设计错了，那没有关系，就是道歉，然后改善。为什么要推诿卸责，毫无诚意，掩过是非，让这个争议一直存在那里，而不能解决，而却用这种非常奇特的线上预约、限制人数、限制隧道内骑乘不能超过时速10公里这种超奇葩的规定呢？既然我委曲求全，想当和事佬，还是会被批评，那么从今天起，关于三貂岭生态友善隧道，我就采取直球对决，大家等着看吧。我今天的同理开讲就在这边结束，谢谢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